想象一下，现在是公元1120年的北宋汴京，深夜12点，你饿了，不用自己开火，只要向路边的店家打个招呼，热腾腾的饭菜就会送到你家门口。你出门买东西不用背着沉重的铜钱，从怀里摸出一张纸就能结账。这种生活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？但这真的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900年前宋朝人的日常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对宋朝的印象只有4个字：积贫积弱。课本告诉我们，他割地赔款，重文轻武，最后被游牧民族轮番欺负。但真相是，宋朝是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的朝代，它的繁华程度让当时的欧洲人甚至怀疑自己活在原始社会。今天我们要颠覆你的认知，看懂了宋朝，你就能看懂文明演进的底层逻辑。为什么它这么富却又这么弱？我们从数据、生活方式到文明的宿命，一次性讲清楚。我们先看一组震撼的数据。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·麦迪森的估算，宋朝巅峰时期的 GDP 占全球的 25%到 3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今天的美国 GDP 占比大约是 24%， 也就是说，当时的宋朝在经济上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霸主。当时的欧洲还在黑暗的中世纪，领主们还在泥泞的庄园里打架，而宋朝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 20%。 你要知道，中国再次达到这个城市化水平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。宋朝凭什么这么有钱？因为他们搞了一次大冒险，商业立国。唐朝以前，商人地位极低，甚至不准穿丝绸。但宋朝变了，政府不仅不打压商人，还主动设立市舶司，搞海外贸易。南宋甚至靠收关税就养活了半个国家。宋朝的财政收入70%以上来自于商业税和海外贸易，而不是像其他朝代那样死磕农民的土地。这种重商主义的思维领先了世界几百年。如果数据是冰冷的，那生活方式绝对是热腾腾的。宋朝人发明了5样东西，定义了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。第一，纸币。在大额交易要搬几百斤铜钱的年代，四川商人发明了交子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信用货币。欧洲人直到700年后才学会用纸片当钱。第二，真正的餐厅。唐朝以前，你去饭馆是没得选的，厨子做什么你吃什么。宋朝出现了点餐制，几十上百道菜随便选。如果你是重口味，还能要求加辣去葱。这种服务意识就是现代服务业的雏形。第三，外卖。东京梦华录记载，汴京的餐馆提供逐食施行所唤，也就是送餐上门。他们甚至发明了保温箱，送完餐还要把餐具带走，妥妥的现代外卖逻辑。第四，夜市。唐朝有宵禁，天黑不回家要挨板子。宋朝彻底废除了宵禁，汴京的夜市通宵达旦，灯火通明。只有拥有了夜生活，一个城市才算拥有了真正的公共文明。第五，信息爆发。活字印刷术让书本价格暴跌，知识不再是贵族的专利。宋朝的识字率极高，甚至出现了最早的报纸。看到这儿你发现了吗？宋朝人已经解决了钱怎么付、饭怎么吃、晚上怎么玩、信息怎么传这4大现代难题。好，现在最硬核的问题来了，既然宋朝这么有钱、这么先进，为什么军事上一塌糊涂？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商业文明陷阱。一个社会一旦极度商业化，它的逻辑就会发生巨变。第一，生命价值的变迁。在贫困的游牧社会，打仗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，命不值钱。但在繁华的宋朝，年轻人可以经商，可以考研，可以送外卖。当你1个月的收入能买好几担粮食的时候，谁愿意去边疆吃沙子卖命啊？这就是经济学里的机会成本。文明程度越高，战争的动员成本就越惊人。第二，体制的猜忌。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武将出身，他太懂武将夺权的套路了，于是搞了杯酒释兵权。整个宋朝都在执行文官治军，派不懂打仗的文人去指挥前线，结果就是有钱买最好的铠甲，有钱造最猛的床弩，但没人敢真正带兵冲锋。宋朝就像一个手无寸铁的亿万富翁，住在四面漏风的别墅里，周围全是拿着砍刀的亡命之徒。他不是没钱打仗，而是他的整个社会结构已经不适应那种原始暴力的丛林法则了。很多人问，如果宋朝没灭，中国会领先欧洲进入工业革命吗？很遗憾，我的答案是很难。因为宋朝虽然有技术，但缺少2个核心驱动力：产权保护。宋朝政府虽然鼓励商业，但商人的财富没有法律上的绝对保障，
政府随时可以征收重税，甚至直接没收。没有稳定的预期，资本就无法长期积累，制度锁死。宋朝的现代性像是一座座孤岛，汴京很繁华，但周围广大的农村依然是封闭的。这种商业文明没有系统性的改变农业社会的根基。宋朝触碰到了文明升级的天花板，但它没能冲过去。宋朝的覆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大转折，它向我们证明了财富和技术并不等同于绝对的生存权。当我们今天怀念宋朝，我们其实是在怀念那种充满烟火气的自由且繁荣的生活方式。它证明了中国历史不只有宏大叙事，更有过追求幸福、热爱生活的现代灵魂。虽然文明的火种曾被铁蹄踏碎，但那种对繁荣的渴望早已刻在了我们的基因里。最后我想问问大家，如果你能穿越回古代，你会选择那个虽然强大但压抑的秦汉，还是选择这个虽然软弱但鲜活的宋朝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选择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逻辑和数据拆解历史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